凭借着各种电影的积累，亚马逊丛林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坐着小木船，在丛林幽暗的水道上，柳暗花明地蜿蜒辗转着，时不常可能冒出一条巨蟒，又或者从头顶刮下两条惊世体格的毛毛虫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，但也充满了万物的希望，是天堂和地狱的交织。它遥远神秘，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，步入这魅力无穷的动植物王国，去聆听最原始的生命絮语。亚马逊雨林横越8个国家，占据了世界雨林一半的面积，每天为地球制造着大量的氧气，所以也被称为地球之肺。一提起进入雨林的线路，大家通常会想到巴西，但这次我们选择了秘鲁。秘鲁作为亚马逊河的源头，既原始又精彩，相对巴西来说，也还没有被过度的商业开发，因此可以看到原汁原味的热带雨林。在结束智利的行程后，我们从圣地亚哥飞到秘鲁的首都利马转机，然后落在秘鲁境内距离亚马逊雨林最近的小镇伊基托斯。进入雨林没有陆地或飞行的方式，所以从机场出来坐了一段车后，我们被送到了一个码头，准备坐船进入。刚踏上船，我仿佛就已置身在 Discover 纪录片的第一视角中，充满了在热带雨林探险的氛围感，仿如黄粱一梦，恍惚不知真假。小船突突地顺着河道一路向前，湿热的河风吹在我的脸上，也一点点地吹散了那种不真实的感觉。把手伸进水里，河水在掌心中泾渭分明，我分辨着雨林和人间的温度。这是亚马逊，我对自己说。溅起的水珠打湿头发，水鸟盘旋降落又飞远，不经意间也与一只小凯门鳄打了个照面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亚马逊，连空气都是这样的原始而又生机勃勃，混合着泥土的腥味儿和水生植物的湿气，深吸一口，满是自然的野性。快船行驶了大约1小时后，顺利地到达了营地，这也意味着这趟亚马逊之旅正式开始了。我们即将与现代生活短暂的分别，尝试与大自然做最原始的接触。黎明的太阳揭去夜幕的轻纱，吐出灿烂的晨光。百鸟欢唱，你呼我应，有远有近。我们也在雨林里飘出的一片潮乎乎的露水气味中，迎来了新的一天。在雨林的日子，每天早起后几乎都会跟着向导去丛林里徒步好几个小时。每次走进雨林，也都觉得自己正走向另外一个世界。当树叶在身后慢慢遮掩起来，眼前便拉开了一个万物有灵的国度。满目皆是湿漉漉的绿色，丝丝天光透过树荫的缝隙折射在露珠上，然后露珠忽然一下被远远传来的猴啼震起，便不堪重负地滴进了泥土，于是又惊动了一只隐藏于腐叶的蜥蜴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着活力，那些难以名状的野生动物则在这个天然乐园中尽情演绎生存的戏码。老树枯藤你缠我绕，叫人称奇的热带花卉争相斗艳，五彩斑斓的飞鸟在空中盘旋鸣叫，动物界劳模切叶蚁
在脚下匆忙路过，忙着捕食的粉色河豚带着水花欢快地跃出水面，呆萌的树懒以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姿态望着我们，身影灵动的猴子则与我们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距离。这里永远没有车声，只有自然。当蝴蝶飞过时，我竟然听到了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，才意识到这世间有太多美好的声音早已被城市的噪音掩盖了。刚开始看到这些，我还比较执念，每次都要清楚地记下动植物的名字，拍好照片。但渐渐的才发现，这些其实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当你来到了他们的世界，安安静静享受这一份相处片刻的快乐，踏实的感受大地的脉搏，才是最珍贵的体验。越是拥有着美丽外表和诱人魅力的事物，越是有着极高的危险性。亚马逊雨林则完美地诠释了这句话。雨林表面是一片绿色的动植物天堂，但在这充满绿色的迷惑面具之下，也是我们人类的禁区。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亚马逊中的水域是最不能轻易涉足的，里面暗藏着各种杀机。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骇人听闻的族群——食人鱼。食人鱼是这片巨大的原始森林独有的特产之一，以凶猛闻名于世，被称为水中狼族。只需短短几分钟，就能把一头牛啃成白骨。当向导说要去钓食人鱼作为晚餐的时候，我确实有些紧张，但食物当前，也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捕猎的队伍。怀着对雨林的敬畏之心，向着错综复杂的亚马逊河流进发了。穿过层积的淤泥，船停在了一片芦苇中。向导拿出鱼竿，挂上鲜肉做的鱼饵，递给我们。与其说是鱼竿，倒不如说是一根系着细线的竹子。是否能用这个工具钓上食人鱼，我起初持有很大的怀疑。接下来就是等待。姜太公钓鱼，愿食人鱼上钩。猛然间，家属将竹竿一挑，线被甩上半空，线的末端，一只泛红的鱼取代了鱼饵，剧烈地挣扎着。这鱼尖利的牙齿在空气中凉凉地泛着光。看着家属那边一条条的上钩，十分羡慕。可能今天运气不站在我这一边吧。钓不到鱼，我索性躺平，就像一只潜伏在水中的凯门鳄一样，观察着世间万物，欣赏着夕阳中的雨林。看过世界各地很多美轮美奂的夕阳，但亚马逊的落日格外不同。它很慢，一点一点的，甚至有很长时间，我都觉得太阳好像舍不得走一样。雨林尽头的云彩像经历过无限时间的老灵魂，散发着迷人独特的光芒。轻云如薄纱飘荡，浓云似万马奔腾，神奇地交织在此刻的天空之境。虽没有海边日落的灿烂辉煌，但却有独特的与世隔绝的宁静感。有时经过了一整天的雨林跋涉，早已感觉疲惫不堪了。
但听到向导说要夜游丛林，疲惫的我会立刻满血复活。夜游亚马逊不必等到深更半夜，大约晚饭过后7点多，雨林里就已经进入了夜篇章。我们紧跟着向导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进了那神秘而黑暗的雨林世界。至于雨林深处里有啥，恐怕鬼都不知道吧。Oh, I think something there. The water is moving. Yeah. Maybe. Oh, there's a fish or It's fish. the water. 夜晚的丛林弥漫着各种虫鸣，以及许多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发出的神秘声音，此起彼伏，不断刺激着我那早已兴奋过度的耳神经。青蛙合唱团呱呱的叫声颇有节奏，这声音就像一双大手，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。很快，我和这呱呱的叫声似乎融为了一体，心脏和节奏一起在跳动。向导手里的手电筒大多时候是用来寻找那些昼伏夜出的动物，其中就包括沼泽之王凯门鳄。毕竟黑夜里，在灯光照射下，鳄鱼的眼睛会像高瓦数的灯泡一样闪亮。光束扫过水面，很快就发现了一只，正静静地潜伏在水边的植物丛中，注视着我们。黑夜中，这些冷血杀手似乎比白天更加机敏。如此近距离的接触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也不由得感叹：奇妙的雨林，既有白日的热闹和喧嚣，也有夜空下的宁静和神秘。而雨林里那些日与夜的故事，也夹杂在自然与动物之间，流转不息。短短几天的亚马逊之旅虽然与世隔绝，但我从未感到孤单，反而每一天都是快乐、新鲜又充满活力的。也许是因为从来没有身处过一个对四周如此陌生、不知所措又充满无限好奇的空间。我一直坚信旅行甚至生活是一个发现美、找到乐趣的过程，需要的是好奇心和探索的勇气。亚马逊之旅就是如此。如果只是聚焦于满天的蚊虫、潮湿闷热的天气，那简直是乏味的人生苦旅。但如果用心发现点点滴滴的惊喜，绘出的则是亚马逊迷人的美丽。旅行也像是一段知道会何时分手的爱情。当告别营地，搭上前往镇上的船，手机信号从无服务到3G，再到4G。我知道这种世外桃源的生活结束了。未来的人生中，恐怕也很难再有比这几天更能接近自然的日子了。这里有太多的传奇，太多的擦肩，太多的遇见。关于每一个日出日落的更迭，也都好似一幕幕生动的电影。壮美的景致，神奇的丛林，以及或害羞或恐怖的动物，都将亚马逊与生俱来的奇幻魔力永远地定格在了我记忆的深处。